嗨，大家好，这里是庶民锦鲤，我是余弟，很高兴你能来看我们的视频。今天，美国川普的支持者冲入了美国国会，相信全球人民都看到了这样的画面。对于华人来说，这样的画面好像挺熟悉的。2014年，台湾的太阳花运动，民进党的支持者冲入并占领了台湾立法院。去年香港反送中，支持民主的年轻人也冲入了香港立法会，都是类似的情节。虽然类似，但有一点重要的区别，无论是台湾的太阳花还是香港反送中冲击国会，警察都没有开枪，没有开枪，没有开枪。重要的事情说3遍。而今天美国警察直接开枪，目前好像已经死了4个人了。作为全球民主的典范，全球追求民主的人民的仰望的灯塔和学习的楷模，居然会射杀抗议民众。说真的，余弟我也挺意外的。当然，对于任何一个法治国家，其实这也是必须的。关于这点，我们最后会说啊。只是之前发生在其他国家的民主抗争中，美国因为自己的利益而罔顾法治和社会稳定而已。今天我们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去年说的话还给他。今天美国的国会真的绝对是全世界最美丽的风景，好吧？今天的冲击国会行动无疑是川普发动的。大家都知道，川普在中国还有一个绰号叫川建国同志，也就是指他往往会有意无意中帮助了中共，帮助了习近平。今天我们的川建国同志在他总统任期的最后时刻，还是大力的为中共和习近平帮了一个大忙。毫无疑问，今天全球媒体，包括华人世界的媒体，都在报道美国今天冲击国会的事件，大部分舆论都是谴责川普发动这样的一个暴力事件。当然了，全球的川粉那是另当别论了。但是大家还记得昨天华人世界最大的新闻是什么吗？记得吗？对，就是香港政府以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为由，大举逮捕了50余位香港的民主派人士。这件事情说实话的确是挺独裁的一种行为，几乎遭到了全球舆论的一致的谴责，包括了台湾一直亲中的国民党蓝营人士，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名嘴，都一致的谴责中共和香港政府如此的暴行。昨晚我们还看到一直为中共辩护的名嘴董志生居然也在谴责这件事情。在昨晚的时候，余弟我似乎感觉中共和香港政府在这事上即将会遭到全球舆论和各国政府的新一轮的攻击和谴责。可万万没想到，我们的川建国同志在这关键的时刻，居然就给中国和习近平送上了这么一份大礼。一夜之间，全球媒体全部频道都对准了华盛顿，对准了美国国会，舆论热点也瞬间从香港跳到华盛顿，焦点全部对准了川建国同志，全部忘记了香港民主派被捕的这件事情，让那么多期待美国发声的香港民主人士瞬间傻眼了。全球的外援貌似要全部落空，因为好像世界上没有发生过这事一样。
在此情况下，您说林郑和中共还不赶紧撸起袖子加油干啊？同时，对于台湾来说，川普支持者冲击国会的行为也唤醒了台湾人对于当年太阳花占领立法院的记忆，重新去检视当初民进党及其年轻支持者们的行为的正当性，以及会理解马英九政府在应对太阳花运动中的克制和宽容。相信在此事件催化的背景下，因为太阳花运动而崛起的时代力量党很快就会泡沫化，民进党在进口美国莱猪和支持川普上的各种所作所为也会让其受重伤。而对于川建国同志来说，这样的行为对他自己应该也是毁灭性的。在乔治亚州参议员选举尘埃落定之际，川建国同志就这么发动支持者冲击国会，绝对是飞蛾扑火之举，对于美国民主的伤害将是史无前例的。正如川粉之前期望的那样，1月6号这一天必将会被历史铭记，但这一天绝对是美国及其民主制度的耻辱日，川普也必将成为美国历任总统中最耻辱、最被唾弃的一位总统。川建国同志为了中国人民的统一大业，为了香港的稳定，为了摧毁虚幻的台独民主灯塔，两肋插刀，付出了如此巨大的牺牲，绝对是中共和习近平的好兄弟、好伙伴，和习近平之间绝对是真爱。余弟我忍不住找出了毛主席写的纪念白求恩同志，我们略作修改，献给我们的川建国同志。一个外国人满怀利己的动机，把中国共产党的统一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精神，这是民粹主义的精神。每一个台湾民进党党员和香港民主派都不要再学习这种精神。川建国同志毫不利人，专门利己的精神，表现在他对总统职位的极端的迷恋，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的煽动。每个台湾民进党党员和香港民主派都不要再学他啦。川建国同志是个商人，他以赚钱为职业，对利益精益求精。在整个美国的政客系统中，他的民粹煽动能力是很高明的。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害于人民的人。一个人忽悠煽动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伎俩，就是一个卑鄙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缺德的人，一个充满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害于人民的人。这就是我们庶民锦鲤版的纪念川建国同志。最后，我们还是要说说，从美国这次冲击国会事件中，余弟看到了对付民粹最好的利器，那就是法治。基于法治，美国警察就可以依法向这些狂热的川普支持者开枪。因为警察的开枪行为，因为国家法律赋予执法者的暴力行为，让那些被民粹忽悠的狂热支持者们可以迅速冷静，可以迅速退去。如果今天美国警察像当初太阳花时期的台湾警察，或者去年的香港警察畏手畏脚，那今天美国国会
绝对不可能这么迅速的恢复运行，美国社会也将陷入真正的混乱之中。暴力当然是对弱小的一个镇压，但它是一个中性词，不是一个绝对的贬义词。任何暴力的使用的善恶是要看其背后的依据，而这最好最公平的依据就是法律，是由全民制定出来的法律。否则在这个民粹泛滥的时代，继续依靠执政者以德服人是很难持续的，而社会也会被民粹所裹挟，坠入深渊。我们今天关于美国这件事情就聊这么多。如果你觉得余弟说的还靠谱，那就麻烦大家给我们点个赞。好，谢谢，再见。